这段时间，美军不断加强在我国周边海域的军事活动，尤其是 B-1B、B-52A 式轰炸机多次抵达，对中国岛礁进行模拟攻击。日本媒体更是吹风，美军轰炸人工岛屿这件事可能就在3个月内发生。美国会如期发动袭击事件吗？美国关岛又为何有这种动静？最近各媒体更是轮番上阵，劝说解放军主动放弃抵抗。南华早报近日刊文称，中国南端岛屿有4大弱点：远离大陆，面积太小，机场跑道容量小，对手能发动的攻击手段太多。而在这之前，美国国家利益也曾刊文称，美军能轻易利用航空突击和巡航导弹席卷该海域岛上设施和驻扎的解放军。而关岛作为美军在西太的重要军事基地之一，其动作更应该需要关注。最近，美国战争地带披露，美国国防部正准备重启天宁岛军事基地。美国防部希望新军事基地能够作为关岛的备用方案，在关岛军事基地被摧毁时，顶替关岛军事基地执行任务。如果美国不主动出击，谁会轰炸关岛？美军将关岛基地提前转移，这正说明了美军已经提前做好了主动出击的准备。但准备是一回事，敢不敢、行不行就是另一回事了。美媒所谓的岛屿容易受到攻击的思维，还停留在2战和马岛战争时期。CNN 报道指出，岛屿防守难度非常大，缺乏战略纵深和机动回旋的空间，所以难守一攻。对之前他们的夺岛作战案例进行分析，他们一般是先切断目标和后方的联系，然后用优势海空兵力进行压制，之后再出动空降兵和2栖部队登陆，就跟瓮中捉鳖那样。但如果现在美国联合其盟友，还能不能实施上述战术呢？恐怕第一步就得崴脚。首先，他们在舰船接近的时候，就得冒着被中远程东风导弹如雨点般的打击。在今年8月份，解放军用东风21D 和东风26反舰弹道导弹成功击中一艘高速移动的靶船，如此精准的打击精度，再加上密集的目标，美国和其盟友的海军主力舰艇全凑一起，反而更容易被打击。假设舰队能够冒着东风导弹接近岛屿，他们又能如愿在岛礁上2栖登陆吗？我国有多款 CM401、C802A 等多型反舰导弹，能覆盖300千米滩头到整个海域，从岛屿发射，将登陆舰队击毁在海域。其实，但凡脑子正常点的美军指挥官都不敢冒这个险。你们也太看得起美国了，他们不会直接攻击我国岛屿，只会挑动周边国家动手，挑起冲突后再跑才是他们的作风。对此，空军大校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教授戴旭表示，美国航母吓不倒解放军，美国胆敢碰一下我国岛礁试试看，那么美国的航母战斗群就再也别想回家了，海底就是他们的家。在过去20年里，中国调动了很多资源、技术和精力，几乎在每个方面都加强了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甚至在有些领域已经超过美国。这些年，外界也总是讨论解放军何时赶上美军。最近，五角大楼高官给出了一个准确时间，他又有什么依据？最近，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经济强大后，中国开始投入大量资源提升军事实力，他们试图在2035年追上美国，击败美国，成为他们本世纪中叶的目标。因此，美国将面临重大安全挑战。而他的依据是五角大楼最近公布的2020年度中国军力报告。这份报告指出一些显著成就，比如中国已经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常备陆军、规模最大的海军、规模最大的海警力量、规模最大的亚战略导弹力量、规模最大的地空导弹力量之一。报告还指出，中国已经在多个领域领先于美国，比如陆基常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船舶制造等。目前，中国海军坐拥350艘舰艇和潜艇，成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海军，而美海军只有293艘舰艇。尤其是中国强大的船舶制造能力，这种优势还将进一步拉大。在导弹方面，中国拥有1250多枚地射弹道导弹和地射巡航导弹，尤其应该警惕火箭军。在去年，他们进行的弹道导弹试射和训练发射次数超过世界其他国家发射次数总和。总之，小心头顶。而美国因为受限中导条约限制，只有1枚野战型地射弹道导弹，还没有地射巡航导弹。其实有没有遵守该条约，只有美国心里清楚。此外，美军还紧密关注了中国网络战、太空战和战略支援部队的发展。解放军掌握了120枚侦察和遥感卫星中的一半，尤其是随着北斗卫星全球组网完成，中国还继续追求反卫星能力、电子战武器以及定向能武器等。整个报告最后还强调，美国还有机会采取行动，但现在根本没有一点时间可以浪费。然而事实是，美军仍然拥有海上霸权和军事优势，而一直威胁挑战的也是美军，并拉拢盟友疯狂围堵、施压，加大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还想搞军备竞赛拖垮我们。但我们不是当年的苏联，而且仅就美国制造业空心化、军费虚高这点，美国就已经是外强中干了。中印边境对峙依然还在持续，似乎并没有结束的迹象。对峙地区属于高寒地区，
士兵们首先要面对的是极寒低温、缺氧、暴风雪的严苛条件，其次才是敌人。关于边境也有段时间没有新消息了。最近有最新卫星图对焦了中印边境的中国空军基地，却发现了一个非常奇异有趣的现象。在社交媒体上，有人公布最新卫星图像显示，在日喀则空军基地发现主要机场进行了升级，还有新建的防空导弹基地。值得注意的是，还观察到了一个现象，可以看到新的太阳能发电站、大棚温室这样的大型辅助型支持单元。事实上，种菜呢一向是中国人祖传的天赋，给我一块地，还你一个菜园。要说全球哪个军队最会种菜，那肯定归解放军莫属。中国军人喜欢种菜，尤其喜欢在最艰难的条件下种菜。当年祖国南端星罗棋布的岛屿和岛礁，但是再艰苦都得有驻军。当时在远离大陆的海域，之前要靠远程运送补给，当时海况不好的时候，补给就很难到达，所以南沙官兵们就在高温、高湿、高盐的礁盘上种菜。前段时间驻守永兴岛的海军在西沙海滩种植蔬菜获得成功。以前又咸又松的海滩根本什么都种活不了，但是现在却长出了多种绿油油的蔬菜。我军自给自足种植蔬菜的技能不断挑战极端环境，从沙漠戈壁、海岸盐碱地延伸至雪域高原。之前的各种蔬菜保鲜技术，面对大雪封山的漫长冬季都会不利，只能吃冷冻蔬菜、罐头蔬菜。有一个边防老兵表示，有一年他们在矿泉水瓶养活了一颗小白菜，于是每天吃饭呢，看着这颗白菜，嚼着浮水蔬菜，想象新鲜蔬菜的味道。但现在在海拔5000米的哨所都能吃到新鲜蔬菜。在 PC 阳光版的温室大棚里，采用机制栽培，基本能够保障每天都能吃到新鲜蔬菜。不仅是国内种，中国维和部队也是走哪儿菜就种到哪儿。美国媒体今日美国甚至戏称解放军是会扛枪的专业农民。分析称，卫星图这个变化也表明住房、服装等后勤问题都得到了很好的保障，才会有精力种菜。在这之前，也曾报道过解放军在中印边境上还建上了娱乐中心，包括游泳池、健身房、图书馆、网吧等娱乐设施。而且这次边境也投入了新型保温菜窖，即使不种菜，也有新鲜果蔬可以吃。但很多人好奇，条件这么好了，为什么中国军人还要种菜？种菜的意义，或许只有曾经驻守在高山、海岛、戈壁哨所，把每一片脚下守护的土地当作家园的军人，才能真正明白。在很多人的认知里，自从1840年以来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后，西方国家就一直针对我们。但是像今年这样疯狂的针对，几乎是前所未有的。很多人好奇，为何美国甚至整个西方都如此疯狂针对中国？看看最近中国发生的大事儿，你就明白了。这一次，中国使用完全不一样的手段，让美国以及西方心态炸裂。自疫情爆发后，西方国家的态度就发生了巨变，因为他们意识到其制度的弊端，也意识到自己如此依赖中国的生产链，尝到了去工业化的代价。然而，就在西方还苦苦挣扎在疫情的泥潭中，他们却看到中国的经济、生产、生活稳定，心里又怎会平衡？而整个疫情中，西方的普世观碎成了渣。当伪装被彻底撕开了，剩下的就是肆无忌惮的疯狂。而最近在中国发生的各种奇迹，更是让西方国家彻底心态失衡。首先是尖端科技方面的奇迹，在航天领域，中国嫦娥5号探测器成功采集月壤，并开始返回地球。44年来，全球都没有一个国家干过这件事儿。在今年，我国还发射了天问1号火星探测器，我国北斗全球导航系统也完成了全球组网。中国还发射了全球首颗6G 试验卫星。此外，空间站也正在稳步进行中。近日，我国航天还以一箭双星的方式成功发射了引力波爆高能电磁对应体全天监测器。最近，国之重器华龙1号全球首堆中核集团福清核电5号机组首次并网成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构建76个光子的量子计算原型机9张问世。当天，我国新一代人造太阳装置中国环流器2号 M 装置建成。而在经济方面的奇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0年我国经济将增长1.9%，是唯一保持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对此，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报道称，当今时代真正重大事态、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地缘战略大趋势是经济力重心不断从西方向东方转移，疫情加剧了这一转变。
中国的发展速度猝不及防，超出了他们的预想。他们怕自己持续了几百年的优越地位被颠覆，于是西方又捡起了老本行，炮舰外交。最近，英国、德国、法国频繁表示会派军舰到印太地区，目的都是同一个，遏制中国。其实这一次，中国使用完全不一样的手段。面对西方疯狂针对，我们现阶段做的就是努力发展，不理会最能让对手心态炸裂，跟着对手起舞反击，只会让他们更兴奋。一手抓斗争，一手抓发展。当我们发展到其他国家难以望其项背的时候，今天发生的这些问题便迎刃而解了。